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台湾问题已经不能再拖了。这两天呢，台湾所谓的军方部门的发言人顾立雄大言不惭地回答记者提问。记者问：现在在台湾驻军的美国人超过了500个了吗？顾立雄说我不能回答具体的数字，言下之意可能是远远的要超过这个规模。有人说美军驻那个台湾都超过500人了，不是解放军的一名将军曾经说美军驻台之日就是大陆收台之时嘛，现在怎么不收台了？人家都500个人了实际上顾立雄的意思远远超过这个数大陆在干什么呢？好吧而且呢这两天呢大家都知道吧，台军又举行了汉光演习，8月5号起10天9夜。顾立雄针对本次汉光演习美方是否参与，他并没有正面回应，但表示台美军事交流越来越紧密，台湾透过吸取美军的实战化经验，协助提升军方的作战能力，台湾乐于跟友盟合作，加强整体的建军备战工作。什么意思啊？那肯定是参加了。你就是说这个500个，你往少了算，500个人那肯定参加这个演习了吗？对不对？而且这次的演习朋友们而且是美军台军一块儿朝着大陆方向开炮为什么呢？在本岛肯定是朝大陆方向，但是在金门还有那个离着大陆很近的那些岛屿呢，都是朝着大陆方向我看那个这个超重的。虽然台军的这个演习呢一如既往的搞笑坦克开着开着就掉零件是吧？那个一下雨，这些台军就到那个屋里去避雨去了，也就不演习了，是吧？虽然，但是这个事情也不能再拖了呀，朋友们，越拖下去，恐怕拖到最后大陆一无所有你在国力鼎盛的时候你不完成国家的统一，难道还要等到国内的矛盾爆发然后呢寡头那个产生了这个不臣的想法，闹内乱了，你再想那个人家反攻大陆了吧？到那时候人们总认为台湾问题可以慢慢来谈，慢慢去等，并不需要急着解决，但是实际的情况可能比你想象的更严重的多。
在台海上的局势上并不是越稳定越好，在拖延的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继续无限期的推迟下去的话，之后所要承担的风险将会是现在的风险10倍100倍，而且产生不可逆的影响啊，朋友们。时间一长了，就不再是物理上的距离了，心里面、认识力和感情上会出现很大的落差。无意识的丧失要比有形的战争危害大得多，而且很难恢复过来了。现在两岸年轻人之间的认知鸿沟越来越大，很多岛内的年轻人从小就接受了被扭曲的历史观和断裂的精神传承的教育之下，两岸一家亲的思想他们并没有认同感，甚至连对大陆有一种疏离和反感的情绪，没有经历过一个时期同一来源、同根的老一辈人之间的血脉相连以及国家一体情怀时的时代。让人担忧的是，台湾统一的最大基础并不是军事上的力量，而是人心中的意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坚持下来的爱国精神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和平统一的最重要的保障。但是时间是不等人的，水滴石穿的。而年龄大的那一部分人慢慢的退出了舞台之后，所留下的情感基础慢慢的也在消逝中如果拖上10来年或者是几十年的话，这期间整个的一代人的生命都结束了的时候，中国大陆这几年来为了维持海峡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控制潜在的风险以及保持双方之间的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下，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本都很大呀。长期高负荷备战状态下的国防开支、外交斗争中的消耗以及各种因素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已经慢慢的呈现出来了。中国的经济、实体经济现在正在走下坡吧。那么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由于台湾岛内的台独分子越加嚣张起来，同时外国干涉的力量也越来越大了。在此种情况下，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淡薄，并且产生了一种对立的情绪。简单的说，就是不断的付出代价去换取和平融合，但是你已经得不到任何东西了。这样一味的投入而不见成效，只消耗不出成果的局面，已经使它成了一个不划算的一个赔本的行为了。人们都希望有时机一到就联合起来的机会出现，但是在实际的大国的博弈中并没有这样好的机会，所以要等一等，等是等不来的，是不对的。在等待的过程中会逐渐的失去优势。什么叫做等等看啊？其实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而不去积极的面对它，也不去主动的解决问题，而是任其发展下去。延缓并不等于和平，相反会使双方的力量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还会使未来的危险程度增加很多。现在的情况是表面平静，但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再拖下去的话就会出现民心的基础耗尽、外力介入加强及统一代价成倍上升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只能处于一种受制于人的状态之中了。与其被动的忍受着局面不断的恶化而无动于衷，不如主动的出击，去掌控好自己的节奏，并且设立一个底线来保障自身的安全利益不受损害的同时，也保护好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受影响。即便是要付出一定短期内的这种可以说是损失，也是值得的。长期拖下去的结果就会更糟糕一些。整体上来看啊，台湾问题已经不是可以等待的问题了，而且必须立刻解决的一个问题。人心会被拖延所腐蚀掉，而且会被消磨的无法再继续主权也会因为过度抽空而导致无法挽回的局面。时间一久就会产生隔阂，外力的限制增加的情况下就会造成更大的困难。最佳的解决台湾的时间点就是现在。点个订阅，下期再聊。